大家好，在之前的视频中呢，我们介绍了 CPU 虚拟化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一台计算机中，内存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块。因此呢，我们也有内存虚拟化的需求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又会有不一样的技术挑战以及解决方案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一个没有虚拟化的简单计算机上 ，CPU 是如何访问内存的。假如说这是我的内存条，首先在操作系统的保护下 ，CPU 是不会直接通过内存的物理地址来访问数据的。首先，它是会通过一个虚拟地址，然后呢，再通过这个内存管理模块，也就是 MMU， 来获取到虚拟地址所对应的物理内存地址。比如说，有一个物理内存地址 P1， 存放着 CPU 想要访问的数据。在 MMU 中呢，有一个索引或者是目录，我们称之为页表，它记录着虚拟地址 V1 到这个 P1 的映射。那么 CPU 一开始拿到的地址是 V1， 接着呢，它会访问一个叫做 CR3 的寄存器。这个寄存器它存放的是这个页表所存放的物理地址，因此它需要首先访问这个寄存器来知道页表它是存在内存的哪一块。当然，它指向的是这个页表的顶层。这里我们说顶层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在现在的操作系统中可能会将页表分为多层，这是为了容纳更大的内存地址空间。所以说，可能我 V1 所对应的并不一定是这个真实的物理内存地址 P1， 而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页表目录。而另外一个页表目录才会能够帮我们找到真实的物理地址 P1。当然，这里为了简单介绍，我们就假设我们的页表都是一层。通过访问这个页表之后呢 ，CPU 就知道了它需要访问的真实物理内存地址 P1。通常在 MMU 中呢，还会有另外一个模块，我们称为 TLB。这个模块有的时候可以帮助 CPU 快速的从这个虚拟内存地址找到对应的物理内存地址，而不需要访问自己的页表。那好，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虚拟化需求来放到这个架构下。首先，假设我的 CPU 还是支持硬件辅助虚拟化的，并且我的虚拟机管理器，也就是 VMM 也运行在我这台主机上。现在呢，我启动了我的第一个虚拟机 VM1， 它呢想创建一个自己的页表，想把自己的比如说 V1 和 V2 这两个虚拟内存地址映射到 P1 和 P2 这两个物理内存地址上。那么它这个操作呢，因为会涉及到访问 CR3 寄存器，因此就会被这个 CPU 的硬件辅助虚拟化给捕获，触发一个我们之前所介绍到的 VM exit。
把 CPU 的控制权呢交给 VMM 来处理。这 VMM 这时候就认为这个列表是可以建立的，因为这个时候 P1 和 P2 都还没有被使用。但是呢，同时我又兴起了一个虚拟机2，他也想创建一个自己的列表，把自己的这个 V3 虚拟内存地址映射到 P2 上。但这个时候呢 ，VMM 也会捕获到，它可不允许了，因为这个内存地址已经被之前另外一个虚拟机所使用了。于是呢 ，VMM 想了个办法，它为这个虚拟机又独立的维护了一套列表，那就是 V3 到 P3 的映射。这个 P3 呢是 VMM 实际上给这个V3 分配的物理内存地址空间。之后每次这个 VM 访问 CR3 来获取到自己的列表时呢，都会被 VMM 来捕获到，而 VMM 呢，实际上就会将这个存放 P3 的列表来返回给这个 VM， 让它实际上访问的是 VM 给它偷梁换柱过的一个物理内存地址。那这个列表呢，我们把它称为影子列表。那么对于第3个和第4个虚拟机呢 ，VMM 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给每个虚拟机维护一个影子列表，来存放它们实际所分配的这些物理内存地址。每次这些虚拟机访问的时候，都会需要经过 VMM， 然后 VMM 可以巧妙的来骗过它们。而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呢，也就是 VMM 如何感知到虚拟机对自己的列表做出了一些更改。比如说这个 VM2 它想把这个 V3 到 P2 的这条映射给删除掉，那么这个时候 VMM 实际上是需要把影子列表中的 V3 到 P3 的这一项也给删除掉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虚拟机它对自己列表的更改，实际上可能只是对一些内存区域的一些写操作，可能并不涉及到敏感指令。那这个时候 VMM 该如何捕获到这些操作呢？这里有一些技巧来做到，我们简单来说一个。现在 VM2 想要创建它这个列表，首先是需要通过访问 CR3 才能够达到的，这个动作是可以被这个 VMM 来捕获到的。于是呢 VMM 也就会帮它创建好它的这个列表，并且呢它会将这个列表所存放的这个物理内存区域标记为只读。这样子一旦这个虚拟机它想要更改自己的列表，那就会对这个内存区域做出更改的操作，于是呢就会抛出 CPU 的异常，触发一个 VMEXIT， 这个时候退出到VMM 中， VMM 就知道了，哦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原来你在偷偷的更改自己的列表，于是它也会同样的对自己的影子列表做出修改操作，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虚拟机自身的列表和影子列表的同步。那么这样看来，影子列表的这种方式是可以行得通的。但是呢，每次 CPU 访问这个 CR3 寄存器来访问自己的列表时，都会触发 VMEXIT。我们知道，一次 VMEXIT 的开销也是很高的，并且这种操作的频率也还不低。其次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在虚拟机中实际上是运行很多个进程的，而每个进程呢都有一套自己的独立的虚拟内存地址空间。
也就是说，这个 VMM 实际上是要给虚拟机中的每个进程都单独的维护一套影子页表，这同样也会对空间上面造成一定的开销。所以这么整体看来呢，整个运行的效率是不高的。我们知道，每次当软件的解决方案遇到瓶颈的时候，就是硬件需要适当的做出调整的时候了。同样的，这次 CPU 厂商呢，也给 CPU 单独加了一个页表。这个页表呢，存放的是虚拟机中的这个物理地址到实际宿主机物理地址的映射。在我们刚刚这个 VM2 中，那就是 P2 到 P3 的映射。那么这个页表的添加会对内存的访问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以英特尔的 EPT 页表为例子，来走一次虚拟内存地址到真正的物理内存地址的翻译。首先，虚拟机还是按照自己内部的方式来将 V3 给翻译成 P2， 这个时候它就会让这个 CPU 去访问 P2。CPU 有了这个 EPT 之后呢，它当然知道这个 P2 可能不是一个真的地址，因为它知道自己在一个虚拟化的环境中，于是呢，它就会再通过 P2 查找自己的 EPT 页表，最后通过4层页表的地址的转换，最后找到这个 P3 的物理地址。在这整个翻译的过程中呢，是不涉及到任何的 VMexit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这种硬件辅助的内存虚拟化方式是可以节省很大的开销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会触发 VMexit 呢？最常见的情况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 VM2 这个时候是第一次访问这个它自己的物理内存地址 P2， 这个时候呢 P2 可能还没有在 EPT 页表中有相应到 P3 的映射。那这个时候，当它想要访问 P2 地址的时候，那么 CPU 在 EPT 页表里面找不到，那就会以EPT violation 为理由来触发一个 VMexit， 让 VMM 来处理。VMM 呢就会在 EPT 页表中建立这个 P2 到 P3 的这个映射。那么这种让 CPU 拥有自己额外的页表的方式，看起来是要比影子页表的方式好上了不少。但是呢，它也有自己带来的其他开销。例如说，我们刚刚走的这一次，整个从虚拟内存地址到真实物理内存地址的翻译流程中呢，除了虚拟机对自己页表查询来进行的内存地址转换之外，还需要额外的走一遍这个4层的 EPT 页表，来做一次最后的内存地址转换。那么这每一层转换呢，都会涉及到内存的访问，来读取相应的页表目录和页表项。况且这还只是在虚拟机自身只有1层页表的情况下，如果说有多层，那么每一层的转换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这整个一次的流程。因此呢，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，可能一次对内存数据的读取就会涉及到几十次的内存访问。